我们经常能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评论：老板给了你多少钱，你这么卖命？上班工作卖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比喻，而士兵们却随时要准备好用生命为代价保家卫国。今天火力军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各国士兵的薪资水平。在正式开始介绍之前，我们还要先来确定一个问题，那就是要如何比较各国士兵的薪资。有的观众可能会问了，我们采集这些工资数据，直接全部换算成某种特定的货币，再把它们全部换算成美元不就好了吗？但实际上，这样的计算方式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各国的工资水平和各个国家的物价，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息息相关。在经济学的研究和统计上，时常使用购买力评价来比较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所谓的购买力评价，其实就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同一批商品的价格之比。大家也能看出，不同的商品选取方式会导致购买力评价的计算出现很大的不同。比方说，目前的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就是通过4大类940种不同的消费支出类型来估算 PPP 的。不过嘛，今天我们没必要那么严谨，我们只要收集一种商品的价格数据，就可以对各国士兵的薪水做一个简单的比较。1986年，知名经济杂志《经济学人》发布了一项价格指数，那就是大麦克指数。经济学人的编辑们通过收集各地的麦当劳、大麦克汉堡价格来测量两种货币的汇率是否合理。因此，我们也可以效仿经济学人的做法，用各地的可乐价格作为单位来计算士兵工资。在另一方面，如何选取士兵的工资也是有讲究的。根据军种、军衔的不同，士兵的工资水平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将统一选取各国的最低工资水平，也就是刚入伍的陆军士兵的工资，来做一个比较。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陆军。作为美国各个军种的老大哥，美国陆军历史悠久，装备精良，也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军种。在2022财年，美国陆军有48万现役士兵和军官，而根据美国陆军招兵网站的信息，美国陆军列兵的工资为每年24206美元，平均每个月大约是2000美元。相比之下，这个工资并不高，因为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第一季度的美国工人平均年薪为59228万美元。也就是说，美国陆军新兵的基本工资其实还不到一般工人收入的一半。不过实际上，基本工资只占了陆军士兵总收入的一半，另一半则来自于各种补贴，比如住房补贴、食品补贴和服装补贴等等。此外，美国陆军还会为入伍的士兵提供一次性的奖金，根据美国陆军征兵网站的说法，最高一次性5万美元，至于能不能全拿到，就要看个人本事了。而且仔细观察美国陆军的工资表，我们不难发现，士兵不论是基本工资的数目还是每2年增长的幅度，都要远低于军官。最低级的新人准尉每个月的工资就和4年的老士官相当。总之，根据我们的可乐指数，美国陆军不含津贴的最低工资为每个月803瓶可乐。显然，这个工资也受到了美国物价水平的拖累，因为在美国，一瓶500毫升的可乐差不多要2.5美元。说完美国，我们来看看英国。常看新闻的朋友们可能听说过，近些年英国的财政形势不容乐观，不论是陆军还是皇家海军，预算都算不上充足。因此，从绝对数额上来说，英国陆军的工资水平也不算高。根据英国陆军征兵网站的数据，英国志愿兵的年薪为25200英镑。受到汇率的影响，大约是每年32700美元，平均每个月2700美元。至于其他的收入，例如住房和食品补贴等，在英国陆军的网站上没有提及，但是想必也是少不了的。而根据调查，2023年的英国平均工资为34963英镑，约为45384美元，比普通的陆军士兵高了接近40%。根据我们的可乐指数，英国普通士兵的每月工资为1135瓶可乐。比起美国同行来说，英国陆军士兵的手头应该是更宽松一点的。那么，在海峡对面的大陆上，德国士兵的薪资水平又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看联邦国防军官网怎么说。由于联邦国防军的特殊性质，德国军事人员的工资是比照公务员工资的。联邦国防军的基本薪酬来自于德国联邦工资条例 A 和 B， 按月支付，且无需缴纳社会和养老保险费用。
根据2024年3月生效的联邦工资法，德国新兵的月工资为2706欧元，换算成可乐高达1816瓶，几乎等同于一个英国士兵加一个美国士兵。看完了英美那边的，我们转过头来看看亚洲这边的士兵工资水平。首先就是台军的薪资。台湾这边情况和前面的英美德都有不同，台军的义务兵和志愿兵薪资差了几乎1倍。根据2024年度的国防部1年期义务役 QA 说明资料，1年期的义务役2等兵总薪资为每月20320新台币，虽然折算下来只有636美元，不过换算成可乐倒也不算太少，差不多是856瓶600毫升可乐。而台军的志愿兵工资就要高上不少，志愿役的2等兵薪资来到了每月36350新台币，以可乐计算已经高达1604瓶，远高于美军和英国，甚至比肩德国国防军。当然大家也都明白，这个薪资水平也就是超市售货员水平，并不算是高薪。根据2023年的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的数据，台湾的平均薪资为每月48032新台币，比起2等兵的薪资来说也要高上30%多。台军薪资水平一般，那北边的大国呢？台湾北面的日本和韩国也不容乐观。日本自卫队的情况和德国联邦国防军相仿，都是比照公务员薪资设置的。陆上自卫队新兵的薪资大约在20万日元左右，折合每月1362美元，换算成可乐的话，约等于1642瓶，在同行里算是比较高的，但和一般的日本上班族来对比，就远远不及了。2024年，日本的平均工资创下新高，来到了31万日元。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那些在便利店打工的自卫队员以及自卫队军官在食堂蹭饭被处分的新闻了。但即便是这样，比起韩国陆军来说，自卫队已经算是十分幸福的了。2023年，大韩民国向上调整了士兵的薪资，现在新入伍的2等兵就可以拿到60万韩元的月薪。虽然听上去很多，但是由于韩元的可怜汇率，换算下来只有450美元。而且虽然工资低，但是大韩民国物价也高呀。在折算成可乐之后，韩国士兵的工资更低了。而由于韩国的物价因素，一瓶500毫升的可乐要1500韩元，也就是说，韩国士兵每月只能拿到400瓶可乐，还不到台军义务兵的一半，可以说是东亚地板砖了。以上的各个国家基本上都处于和平状态，那么现在正在战争状态的国家，士兵工资又怎么样呢？首先我们来看看乌克兰的情况。根据乌克兰陆军新闻处的官方账号，乌克兰不参加战斗的一般士兵大约只能拿到2万格里夫纳，折合成美元则是488美元，和韩国陆军相当。但是由于乌克兰的物价水平也比较低，一瓶500毫升的可乐只要 0.5 美元，因此身处后方的乌克兰士兵每个月的工资相当于976瓶可乐。对于经济状况处于欧洲最底层的乌克兰来说，这个工资水平还算不错，是少有的士兵工资水平超过全国的情况。而如果肯冒着风险前往前线，就能获得每个月3万格里夫纳的津贴，如果直接参与了战斗行动，就会再涨7万，总数额来到了12万格里夫纳，等同于工资翻了6倍，来到了3000美元，差不多等于6000瓶可乐。至于乌克兰的对手俄罗斯那边，则提供了一份更高的薪水。志愿参军的俄罗斯士兵能够拿到16万卢布的月薪，折合1792美元，相当于俄罗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多。而且由于俄罗斯的许多士兵都是从远东等地招募的，这里的平均工资水平会更低。而瓦格纳部队那边则给出了更高的月薪。在他们从俄乌战场上销声匿迹之前，瓦格纳士兵的月薪为24万卢布，约为2690美元。在转换为可乐的过程中，我们出现了一些麻烦，这主要是因为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许多在俄罗斯经营的西方品牌都处于半退出状态，可口可乐自然也不例外。但是由于一些错综复杂的商业问题，俄罗斯的可口可乐工厂仍然在生产可乐，只不过将品牌换成了所谓的多布瑞可乐。此外，俄罗斯的食品价格是出了名的便宜，500毫升的多布瑞可乐售价仅为60卢布，因此我们的俄罗斯可乐指数来到了2715瓶。对于瓦格纳士兵来说，他们会得到额外的1636瓶，比美德英韩4国加起来还要多点。
不过，考虑到俄乌前线的伤亡率，这个钱还是不赚为好。最后呢，我们来看看以色列国防军的薪资水平。目前，以色列的前线部队基本薪资为2400谢克尔，约合758美元，只有以色列最低工资水平的一半都不到。而以色列的可乐价格则是全世界最高的之一，在以色列，一瓶500毫升的可乐价格高达2.19美元，也就是说，在不包含津贴的情况下，以色列前线士兵每个月只能获得346瓶可乐。针对这一问题，2023年3月，以色列经济部长尼尔巴尔卡特表示，他打算对可口可乐公司的部分产品纳入监管，并要求其提供相关数据，向以色列政府说明为何以色列的可口可乐价格如此之高。